现在本来这2天呢，有别的老师说要搭配我，不过他们都突然就不见了，联络不上，所以这2天都是我一个人。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一个人也 OK 了哦。那有一个老师合作，其实学生们的反应是比较好的。我能理解，因为可能通过一个老师的反应来看这些句子，还是理解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但是如果是2个老师的话，那多说一遍，它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啊，有时候一个词汇，不同的老师啊，他的解读方式就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会让学生呢去了解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其实有时候大家的认知还是有点不一样，对啊。对，是呀，我个人比较喜欢啊，有另外一个老师一起上课，感觉会比较对字词的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对，就是一种补充，一种添加。没错，会更清楚哦。好，那这个田老师，我们就来跟大家打招呼吧。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好呀！田老师又来了，你们一定很期待田老师，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很想你们。对啊，田老师很想我们的哦，已经有3天了吧？3天没有来上。哇哦，好，那这个各位同学，今天要上的是 HSK Level 6第6集哦。好，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好，第一位是赛琳，田老师，你还记得赛琳是第1名，来自哪个国家吗？墨西哥，对吗？田老师的记忆力很好，我们说记忆力很好哦，表示其实是大家非常热情，所以我对大家印象都很深刻。深刻，对不对哦？好，我们说一个人的记忆力很好，我们可以说记性很好或记忆力很好哦，表示 someone has a good memory， 记忆力很好哦。好，再来是宋角，宋角是来自哪个国家？缅甸是吗？哇，好厉害！哇，宋角来自缅甸，宋角，你看，田老师记得你来自缅甸哦。好，玉珠啊，玉珠来自，连我都忘了，柬埔寨，柬埔寨，对，柬埔寨是沙地。好，我们这个是 Z， 这个田老师应该记得他。你好，来自伊朗的朋友。伊朗 ，OK，Alice，好，还有我们的白马你好，西藏的朋友，还有谁？还有49，好，还有 Samuel， 其实我都忘记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太多人了哦。好，还有珍珍，还有立新，还有 Grace， 还有这位是来自印度的朋友，德巴喜吧，应该叫德巴喜，我记得德巴喜，好，再来 Navy 同学，还有我们的这个 Zazel 同学哦，还有这位是新同学吧，Alan 同学你好，好，你好，好多新同学哦，还有这个 Malik 啊，田老师，他说田老师晚上好，你好，Malik 哦，好，还有珊珊你好，珊珊你好，有志说了一段话耶，这个田老师可不可以？有志说了，老师们晚上好，昨天我去化验冠状病毒，所以没有上课。我们越南的胡志明市这几天冠状病毒爆发，所以我的全地区都被封锁了，好难过的，老师。好的。听说这个越南好像越南好像病毒很严重哦，最近看新闻哦，新闻说的。好，有事你自己要保重哦，你要戴口罩哦，你一定要戴口罩哦，要保护好自己哦。好 ，OK， 还有我们的 Mr. Kewa 来自俄罗斯的朋友，Privet Privet， 好，再来 Secom， 好会做笔记的 Secom。还有 Pussy 来自美国的 Pussy 是光头，对不对？上次聊天有看到，好几次前了啊。Pussy 是光啊，好像田老师没看到他了。我还没有。我有看到 Pussy 是光头，他是个光。好的，明嘎拉巴来自缅甸的明，你好。还有我们的 Stephanie 你好。
还有一位脸书的朋友叫王和哦，来自尼日利亚。王和哦，裴静，好，裴静想念老师。我也很想念大家，谢谢你。OK，好，我们还有Nikita 你好哦，哇，好多人哦。那丽娜你好，还有这个 Bretta， 好，大概吧。好，老师今天感冒了吗？彩姐，你是问我还是问丁老师？可能听到我的声音今天有点不舒服。对，丁老师啊，你感冒了吗？你的声音有点沙哑。我的声音有一点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前2天得了感冒，但是呢，其实今天已经没事了，而且今天我知道是周一要继续跟大家一起上课，我非常开心，很期待，谢谢大家关心。丁老师感冒了，喉咙有一点痛吧？哦，声音有一点沙哑。对，这个波兰哦，冬天非常的漫长。我们现在已经5月底，就是明天就6月份了，可是我们还是需要穿很多很多衣服。波兰现在还很冷呢，非常冷，就是外面有时候是7、8度，有时候是10几度这样子。OK， 但是其实要穿长袖的衣服，对不对？对，就是还要穿一个外套这样子。那个家里面要开暖气吗？暖气的话，目前就是4月底集中供暖是已经停了，所以如果你自己就是要想开暖气的话，你自己可以开。这个季节更换，所以感冒的人很多，很容易忽冷忽热，对不对？很容易感冒哦。好，各位同学，你们听得懂我们2个在说什么吗？各位同学，听不懂要问哦。有一些词汇你听不懂的，你要说，像暖气听得懂吗？忽冷忽热听得懂吗？不懂要问哦。好，因为我们讲话讲得很快，你们可能听不懂哦。好，洪喜问老师说，现在台湾疫情怎么样？台湾其实理查老师觉得台湾目前大家都很守法，都待在家里，都没有出来。但是这个疫苗是个问题，因为这个台湾没有疫苗，没有疫苗比较麻烦。对，疫苗紧张吗？不够，数量不够。现在是医护人员优先打，那像我们绝对打不到的。明白了。疫苗太少了哦。好，那没有关系，这个理查老师会不出门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啊。像彩杰也是在台湾，你要少出门待在家里谢谢彩杰，谢谢。对，好，尼基印度人，欢迎尼基羡慕极了你们女生，我们女同学们也都很漂亮，你们不用羡慕听老师，你们也是很漂亮的哦。对，我们大家，我能帮助到大家练习汉语，那我会非常开心。对，你们不能再这样夸我了，再夸我的话，我都忘了我是汉语老师，还以为是那个模特儿。就我要不开个美妆频道算了。那个美妆出来这样。好 ，OK， 好，来，好多朋友听得懂啦。彩杰听不懂听不懂，等一下要问哪里听不懂你要说好，我不喜欢冬天，好，好漫长，冬天哪里都去不了，真的对，太冷了，你有时候都觉得很懒，对不对不过天气热也很懒哎，伤脑筋。好 ，SHK 你好好，我们的妹说，我最喜欢你们教中文。你看这个妹这个大头贴好可爱。是的，妹你长得好可爱下次跟我们聊天好不好？理查老师觉得卡通的感觉，very cartoon 好卡通你的脸好可爱老师觉得你的脸很想跟你聊天，你长得好可爱
好，这位是谁？是乌克兰吗？乌克兰的 Julia。这位叫 Julia 同学，她说乌克兰现在7度到8度，真的很冷。那我们这里是13到14度。乌克兰应该也很冷，对不对？乌克兰也很冷。不过波兰有一部分和乌克兰是相邻接壤的。接壤的OK，对，好，了解好，差不多听得懂你们的话，太棒了非常好，大部分的都听得懂啊，好棒高雄很热，高雄很热，真的比台北对，等疫情结束。好的，好，那各位同学，我们赶快来上课吧再一直打招呼下去就没有时间上课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今天要上的是中级词汇，那 HSK Level 6第6集。丁老师啊，今天的词汇很难呢，真的，我们要花很多的力气了好，那丁老师，请你每个词汇念2次好了好的，好，我们有 B，笔试，必将，好，必修，好，最后一个是必。好 ，OK， 这些词其实有一些很常用，有一些其实不常用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词叫 B 这个词啊，那个丁老师，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学过被迫，对不对？对。那等一下，各位同学，我们等一下要比较一下 ，Let's compare，OK，later compare be and 被迫，它们是不一样的用法。我们等一下再来练习好 ，be 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 to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be 好，丁老师 ，be 是不是就是强迫的意思对，be 有强迫，然后逼迫的意思。没有错各位同学，这个 be 其实是逼迫的意思，不过我们一般就不讲迫了，我们讲逼就可以了。那你要讲逼迫也可以只是一般我们比较 casual 的时候，我们就说逼就可以了好，丁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的，老师逼我学习中文。老师逼我学习中文。对，那田老师，我们如果说老师逼迫我学习中文，这样可以吗？这个句子也是对的，而且这个句子比较特别书面。对，书面没有错。各位同学，如果你用逼迫，听起来比较像那个 written language， 比较书面语。那我们 casual language， 你说逼就可以了。逼是比较口语 colloquial 的用法老师逼我学习中文。那你如果说老师逼迫 ，also that means force, but it sounds more formal and it's like written language， 很像书面语书面语。好，老师逼我学习中文，我们就要逼我们的学生学习中文。你们每天都要学。理查老师现在就在逼这个感觉，你们每天学中文，给我学中文，一定要学中文。I'm forcing you， 我正在逼你们，给我学中文一定要学中文不学中文处罚你。理查老师，这个我要学起来。对要逼。对，真的学生，真的是要用力逼一下。对各位同学，像我们老师会逼你给我学习，你给我好好努力，你给我写作业。老师会逼学生写作业，老师会逼学生好好努力用功。逼就是 force 老师最喜欢逼学生好，那这个丁老师，我们应该要给学生练习一下逼这个字应该要怎么用好，我们先往下看。好的。好，这个我这边有2个句子，我希望学生能够 combine the sentences。好的，好，那我们先请读一下。对，丁老师你念一下。好，第一部分，老师逼我。对，第2句，老师要我学习中文。好，那各位同学注意老师逼我的后面呢，我们可以加一个 verb 动词我们可以加个 verb。所以第一题呢，
我觉得田老师，我们可以先告诉学生答案，等一下第2题再让他们练习哦。好的。来，老师逼我，好，然后老师要我 wants me to 学习中文。各位同学，学习是个 verb， 所以我们怎么把它合在一起呢？田老师，你可不可以试试看？你现在是学生。我试一下好了。我们说老师逼我，然后再加一个学习中文。对，没有错。各位同学，你要说你们要说老师逼我，然后要加 verb 动词，这边学习中文是 verb， 所以这个句子怎么说？你要说老师逼我学习中文。The teacher forced me to learn Chinese。你给我学中文哦，不然我打你，不然我处罚你，不然我骂你，逼你。哦，好。The teacher forced me to learn Chinese。田老师，我们之前学到被迫，对不对？对。被迫是 was forced， 你被。所以各位同学，这个被迫有一点是被逼迫的感觉。是的，是的，我们可以说被迫或者被逼迫。对，那我们一般口语 colloquial 我们就说被迫就可以了。被迫。那各位同学，是谁被迫？是老师被迫还是我被迫？一定是我被迫哦，不是老师被迫哦。You are forced, not the teacher was forced. You are forced. So we say， 我们就说我，对不对？老师逼我，所以我被逼了。我被逼了。老师逼我，我被逼了。所以是变成我被迫学习中文。田老师，我们用被迫好像就不会加个 object， 对不对？对，我们不会加。各位同学，你不要说我被迫老师，不是这样说哦。这个老师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直接说我被迫学。I was forced by the teacher. Okay, but we don't say that in this sentence pattern. We don't need to say by the teacher in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被迫。OK， 所以我们说老师逼我，所以 I am forced， 我被迫学习中文。一样我们加动词我们一样加动词学习。好，可以听得懂各位同学 Yeah, that's the passive。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动。这个我们中文不叫被动语态，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英文才有被动。中文叫什么？中文叫被动句，我们叫被动句，有一个主动句和被动句。被动句，对，这叫被动句。这个叫被动句。被动句。好的，那田老师，我们要开始让学生自己做题目了。对，大家试一下。各位同学 ，This is your question， OK， 请作答哦。我们要请田老师先念一下我们的题目。好的，我们有父母逼他。父母要他结婚。好，逼他 force him， 要他 want him to like get married， 要他结婚，结婚就是 get married。各位同学，请你 combine the sentences。好，来，我们要看你们的答案咯。然后你们再写一个句子是用被迫的，was or be forced。你们再写一个用被迫的句子来，田老师我们看一下好了。好的，我已经看到很多句子很有意思。田老师，你觉得谁的句子有意思？我把它抓出来。好，现在很多答案已经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句子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裴静说：“我自己自动学习中文，老师不用逼我，对不对？”自动，我没有看到那个句子。在有了。好，对，好，田老师，你念一下裴静的句子好了。好的，我自己自动学习中文，老师不必要逼我。不过这个田老师，你可不可以改一下裴静的句子？对，这个句子呢，我们意思我们明白，但是可以说的更好一点。比如说我自己自动学习中文，老师没必要逼我，或者老师不用逼我。对，不用逼我，我们不说不必要了老师不用逼我，
我自己自动学习中文，老师不用逼我。这个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自动自发，对不对？对，自动自发 ，like you do it on your own. You don't need anyone to tell you. You do it all by yourself. 我们就会说自动自发自动自发。我自己自动学习中文，老师不用逼我。很好的句子丽娜的句子，李常老师的上课直播逼我学习中文。OK， 应该说理查老师的直播课，这也有点奇怪，对不对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理查老师在直播课上逼我学习中文。Like I force Lina to learn Chinese, right？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题目的句子我们看一下，好 ，Malik 的句子。我们这个句子是父母逼他结婚，非常好，非常好。父母逼他，然后我们加动词，动词就是结婚，所以 Malik 答对了，我们的答案就是父母逼他结婚，这就是答案你们答对了好，父母还有谁？领导逼我星期六上班。这个秦老师，领导有时会出现，很有那个画面的感觉。对，秦老师，你们现在还说领导吗？还是这是一个比较旧的词汇了？我们其实还是有用的，这个领导这个词还是有用的，对。但是这个词呢，有的时候这个词变成一种调侃。对，比较有好玩的感觉。对，故意讽刺的感觉。对，故意讽刺的感觉。好的，父母逼他结婚 ，ARR 的，我想也是对的然后王和，脸书的朋友王和，父母逼他离婚。好，不过王和终于你看老师要你们写被迫，你们都没有写出来。来，你们现在写被迫的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把被迫这个答案写出来。被迫怎么用？这个 sentence pattern 怎么用被迫？谁被迫？是父母被迫还是他被迫？谁被迫？把它写出来把它写出来，比较有挑战性，很有挑战性，因为逼还有被迫是不一样的意思，一个是 force， 一个是 be forced，so they are different。 OK， 好，来你们看看，你们让田老师看看你们的答案对不对好 OK， 有了有志，我觉得他的答案很完整他的答案很完整。父母逼他结婚我被迫结婚，非常好，两个version 都非常好。对，不过这边应该是他被迫结婚吧，对不对？因为父母逼他嘛，对不对？不好意思，我光看了意思，我忘记这个主语。不过这个主语是用法是对的对，应该我们这边是他，所以是他被迫结婚他被迫结婚。好，怎么大家都我被迫结婚？都变成我都被了，你们是不是都被爸爸妈妈逼着结婚了？有没有？难道都有这样的经验吗？各位同学，来，我们做个调查：你们有被爸妈，你们有被父母，你们有被迫结婚的，说有，好不好？来写。你们有被父母强迫结婚的，说有。像理查老师就说有，理查老师也有你们有被父母强迫要结婚的，说有。你们谁有被父母亲你给我结婚？你看你们呢都不结婚，赶快结婚！我要抱那个 baby 了，我要抱宝宝了，赶快结婚没有没有。刚才说没有，老师，我的父母亲没有强迫我结婚，裴静也没有。在欧洲我能理解，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在这个东方的国家呀，每天。父母亲结婚，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对，你什么时候结婚？赶快找对象吧，找个女孩，找个男孩，明天就结婚吧，赶快结婚，生个孩子让我抱。你还不结婚？你想什么时候结婚啊？爸爸问，妈妈问，爷爷问，奶奶问，每个人都问好烦哦，好烦哦。对。
最怕过年，逃不对，过过年最怕了，最怕 Chinese New Year 哦，好怕。明明说没有啊，相才也没有啊，老师被迫真的有啊，老师常常被迫要结婚。哎，Alice 有哎，Alice 啊，你好可怜哦，被父母亲逼着结婚哦，好可爱哦。哎，快点没结婚吧。有啊，有志也没有哦。好，OK，被迫宋角呢？宋角有没有被迫结婚？宋角说被迫是令自己做，不是被别人哦。嗯被迫是被别人强迫哦，被 someone else 强迫的，被别人强迫哦。哦，法国父母亲比较无所谓哦，应该欧洲的哦，欧洲的是国家父母亲都觉得那是 OK 的，对不对？没有结对对婚，没有结婚也很好啊，为什么对一定要结婚呢？不要逼我了，你不要再逼我结婚了哦，一个人也对对很好，对不对，对我觉得哦？欧洲的父母，上一辈的啊，他们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他们的对，生活重心不是完全在，就孩子是身上，对。对对那这个田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父母亲不会逼小孩结婚，这样的嗯想法是开明，对不对？比较开明的对想法哦。我们对对，中文有一个词叫开明，a little bit like open-minded，OK，、嗯哼，哦是的，是，like 的，开明。如果你的父母亲不强迫你交男朋友，不强嗯迫你结婚，不会说你赶快找工作，不会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能想法比较开明，open-minded，比较嗯开明嗯，好好的，好，可以了哦。被逼呀、他被逼着结婚，对不对？他被逼着结婚，被迫好像好一点了哦。被迫被还是好的，结婚。他被对，逼着，被逼有一点奇怪，被逼有一点奇怪，一定要被逼，加一个，对，被迫会好一点。他被迫对，结婚。如果说他被逼着，我可能会加个着，不过还是被嗯，迫比较好哦，对，被迫会比较好。好，玉珠的句子，田老师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好的。他被迫做件犯法的事。好，句子我能理解，我们可以说他被迫做了件犯法的事，对，他这样就好。被迫做了件，因为已经做了。OK，have already done，have already like committed a crime。OK，他被迫做了件犯法的事哦，做了件犯法的事。好，哎，丽娜马上把我们教的用下去，很好哎哦。我来帮大家读一下这个句子。我好，父母的想法开明，我们可以说我父母的想法很开明，表示很开非常明，对嗯。，very liberal minded or open minded。我的父母想法很开明哦。好，哇，我们同学都好厉害哦。嗯，那我们再出一题好了哦，各位同学，来，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好的好了。我们这两句是老板逼丽丽，老板要丽丽加班。好，同学们，请你这个用 be make a sentence，然后用被迫 make another sentence。好，各位同学，你要写两个答案哦，two answers，OK，two answers。啊，你们试试看，have a try，试试看吧。理查老师逼你们造句子，理查老师逼你们写句子。好，好，哦，已经有了我已经看到句子了。两个句子哦，我要有 嗯，be，第二个要被迫，第一个句子要用 be，第二个句子要用被迫哦，两个句子哦。好，加班是什么意思啊？加班就是你工作的时间比较晚，你比如说5点下班，可是你工作到7点，这个叫加班 （work overtime）。你工作的时间比平常还要晚，这个就是加班哦。哇，好多答案都出来了哦。来，我们看一下立新的答案。好的。老板逼丽丽加班，丽丽被迫加班。哇，怎么这么好？太立新，棒了。你太厉害了，你100分，你都答对嗯，了哦。OK，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 Sikon 的答案。好的。老板逼丽丽加班，丽丽被迫加班，非常好，非常好，Sikon 你好厉害呀，难怪你都有写笔记哦。好认真。
认真啊，我们这个 Shazade。老板逼丽丽加班，丽丽被迫加班，非常好，你们都是标准答案哦，标准答标准答案。案没有错，你们都答对了，那你们都懂了，太好了哦，very good。好，那我们这个词汇就结束了。我们看一下第37个词汇哦，37个词汇叫做鄙视。鄙视，这个田老师啊，鄙视的意思是鄙就是 a pen，对不对？这个对试对，是什么意思啊？是还是考试的意考思？试的意思，所以嗯，笔试就是我们拿着笔考试，对不对？这个叫对对，笔试。那英文就是 written test，英文就是 written test，OK，written test。那这个笔试的反义词就是口试，对不对？对，口用嘴巴试就是你说的，用说的考试，用嘴巴去回答人家的问题，这个叫口试。所以各位同学记起来，一个叫做 written test，一个叫 oral test，oral test，笔试跟口试哦。好，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这次的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对，这次的考试 ，this exam 包括这个词我们以前学过了，就是 include 包括 like 第一个是笔试，第二个是口试哦。这次的考试 include 包括笔试和口试。好，了解哦。好，OK，这个词，田老师，我觉得这个词比较单纯了哦，所以我们应嗯，该不需要讲太多。对，这笔个还好。试就是这个还好，笔试就是拿着笔去考试，用写对的，用写的，那口试就是用说的，对，口试用说的，嗯好，OK，这个词比较单纯，没有什么问题哦。好，我们看下面38个词汇，必嗯，将，必将。田老师啊，这个词英文我们知道了，它是个对副词对，，inevitably，副词就是 will certainly。这个必将就好像是一定要的意思，对不对？一定要，一定会或一一定要，定会，一定会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嗯，会比较好，一定会。对，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必将这个词你看不懂，那你就记得它的意思是一定会啊，它的意思是一定会哦，一定会。Like will certainly，will certainly 一定会一定会的意思。这个超人有点讨厌，把它变小一点。好，OK，必将就是一定会，这个必啊有一点必然的意思，对不对？必嗯，然必然将要，对不对？有点这种感觉，必对，然，definitely well，definitely well 的意思哦。好，OK，所以这个是必然将要，所以变成必将必将就是一定会的意思，一定会。好，那这个我们后面要加动词哦，必将后面加动词。好，这个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好，这个好戏剧的一个词哦，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好，正义就是 justice，正义就是 justice，必将 will certainly，will definitely，will like inevitably 战胜 like win，对不对？你赢得了gain a victory，win。邪恶叫 evil，邪恶叫 evil 哦，正义必将 will certainly 战胜 like win 邪恶哦。好，这个是我们的词汇。好，OK，听视哦，像才这个问题还不错，听视，我们说听视吗？不会这样说。我们说听力，我们说听力考试，有的对听力考试。对，像才我们不说听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词，我们说听力考试，like listening test，我们说听力考试哦。好，我们不说听视哦。如果你突然讲听视，我听不懂它的意思哦。我们会说听力考试啊，像才懂吗？听力考试，对，好，打给大家看好了啊。对，而且这个听力考试啊，它其实是含在口语考试当中的。对对哦，听力考试一般都会有，还会有一些口语的考试，对不对哦？对，好
好，采撷的句子蛮有意思的。病毒必将会离开我们。必将，必将离开我们。其实如果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如果不加会，对，这个我也觉得语气会更好一点。对。采撷其实必将，各位同学，必将这个词，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口语上不会说的啦。对对对，比较是 like you， 好像你在做一个公告还是在做一个宣布的时候，对，才会用。一般比较 casual 的场合，我们不会说必将，必将是一个比较，你会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比较 formal 的感觉哦。所以一般我们其实很少用必将，一般说话了很少。而且它有一点点 drama，有没有？就是它的那个语气太厉害了，演员才会说的哦，不然就是你是来 you give a speech， 你演说的时候，我们必将成功。我们必将胜利 ，We will certainly win。必将 ，like you deliver a speech， 你演说的时候，我们必将胜利 ，We will certainly win。或者是我们必将成功 ，We will certainly succeed，We will certainly make it。那个感觉哦，没有错吧，田老师？我觉得这个平常说话你用必将好 too formal， 太正式。对，我们会觉得，咦。好奇怪，这个人我们是在说话吗？like 你好像在演戏吗？还是你在演讲吗？哦，各位同学，我们平常说话不会说必将，必将是演戏的人在说的。Like you're acting， 我们必将胜利 ，We will win，We will win eventually。哦，感觉是这样子。平常说话不会用哦，平常说话不会用必将的哦。好，来，像丽娜这个就很 drama。Very dramatic， 放心吧，他们必将回来 ，right？ Very drama 对，这个给我一个画面感，就是送自己的孩子啊，送自己的儿子上战场。对啊，这个放心吧，他们必将回来。这个田老师，我觉得“必将”这个词，学生们平常说话是不应该乱用的，因为对，这个非常正式。Like if you deliver a speech， 放心吧，他们必将回来。哦，或者是放心吧，我的孩子必将回来。Like 他们好像上战场了，他们去打仗，他们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不会死掉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哦，或者是你演讲的时候 ，When you deliver a speech， 我们必将成功。哦，这个时候啊，就会很有感觉。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平常不要随便用必将。我必将学中文，好奇怪。我必将吃晚饭，不会这样说。平常说话不会这样用。必将是 very like、when you deliver speech or when you play the drama, you will use 必将 ，right？ 平常说话不会用啊。我必将上厕所，哦，不对。我必将出门，不对哦。所以这个平常不要乱用哦。很正式的场合才用，各位同学不要乱用。我很怕你们随便用必将，我必将出门了，不对。Like I will certainly go out. No, we never say 必将出门。Very weird.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了吧，丽莎老师。真的吗？这么解释，我已经演出来了。我们必将胜利。Like you give a speech. OK. 好。了解啊，各位同学不要乱用哦，必将睡觉。对啊，丽娜你懂了，我们当然不说必将睡觉了哦。好，了解了吗？各位不要乱用，必将是 when you play the drama, when you deliver speech, you will say that. OK？ 必将结婚 ？No， 我们不会这样说了哦。对，你们说丽娜，电视剧常常听到哦。我们必将出征，必将胜利，必将凯旋而归，必将。好，了解啊，好来。不过啊，这个田老师，我觉得还是让同学们练习一下考试好了哦，好的，让他们了解。来，我们今天要请同学们来 put the words in order。Okay, to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is term. Okay， 好，田老师麻烦。5个词，好，我们有5个词，只要。必将
你努力，对，最后成功。好，只要 as long as 必将 certainly 你努力 you work hard 最后 at last 成功 succeed or make it。各位同学，请告诉我们正确的句子是什么？正确的句子是什么？所以，好，同学们，我已经看到第一个答案了，是对的，是对的。哦，这个 Melina 的答案是对的哦。来，我们对对看好了。只要你努力，最后必将成功。正确答案 ，Melina，very good。不过田老师，我发现彩杰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是凯旋而回。哦，好的，凯旋而归，是不是？凯旋而归哦，这个真的太难了。这个凯旋而归，这个词，其实用句子、用语言词汇来解释这个词比较难，用一个画面、用一个照片来解释是非常好的。就是比如说一个男人，他骑在一个马上面，然后他身上穿的那个战服和盔甲，所以他赢了，他回来了，凯旋而归。好，这个彩杰同学，凯旋而归是一个成语哦。凯旋而归，这个田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我到百度找一下图好了。好的。等我一下，看到这个图你们就懂意思，我们就不用多解释了，对不对？对。凯旋而归就是你打仗胜利了，对，你打仗胜利之后你回来了啊，这个叫凯旋而归啊。对，还没有这个图啊，凯旋而归。好，我随便抓一个三国的图好了。凯旋而归。各位同学，凯旋而归的意思就是打仗。When you win a war, okay, then you like 凯旋而归，像这样吧，这个叫凯旋而归。这个像凯旋而归吗？这个就是打仗，有没有哦？打仗，你打仗胜利了，哇，你很威风的，你威风的回来了，我打赢了，这个叫凯旋而归。你打仗赢了，哇，很风光，很骄傲，哇，很开心，取得一个大的胜利。对，我打了胜仗 ，I win the war, I win the battle, so I 凯旋而归 ，I return, I go back proudly and happily, something like that， 凯旋而归啊，对，凯旋而归。这个Yusuke说的很好，战争之后，拿破仑 Napoleon 凯旋而归。我们常常说归了，凯旋而归啊，凯旋而归就是打胜仗了。你们如果常常看中国的历史剧啊，打胜仗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凯旋而归，打胜仗的时候回来了，就是凯旋而归。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哦，各位同学，这个答案就像安蕊说的。安蕊说：“来，田老师，你念一下正确的安蕊的答案。”好，只要你努力，最后必将成功。各位同学，很 drama， 对不对？只要你努力，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必将不要乱用。像安蕊这个答案，只要你努力，最后必将成功。Very drama, or like I'm delivering a speech, so 必将 is like drama or like a speech 才会用的哦。好，了解了哦。好，那就好了。来，那我们再往后看。哎呀，还有题目啊！哎呀，我头好痛啊，好吧。好，我们快点把这题做一下。对，消失必将在2年内新冠病毒。好，同学们来，请问你们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好，王和说：“老师，你怎么都不回脸书的问题呀？”好，我看一下。王和，你的答案也是对的啦哦。哎呀，各位同学，你看你们脸书的老师要另外拿一个手机才看得到你们的信息啊，不然我都没看到。可能的话就一起到 YouTube 上来。对，同学们，你们来 YouTube 啦哦，老师比较看得到，不然老师要另外拿一个手机才看得到你们的 message 哦。
好 ，OK， 好，来，哇，Yusuke 的答案已经来了哦。好，来，Yusuke 的答案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新冠病毒在2年内必将消失。我希望啊。呀，我也好希望哦。好，Verlin 的句子呢？好的，在2年内，新冠病毒必将消失。哎，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两个句子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其实是都对的。都可以，对，因为中文基本上哦，中文的 time 时间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或后面都可以哦。所以你可以说在2年内，新冠病毒8 8 8 8可以。你也可以说新冠病毒在2年内8 8 8 8 8都可以，意思都对，意思都对。不过我比较 prefer 放在主词后面了。哦，我比较 prefer 放主词后面是标准的用法。最标准的，李强老师比较喜欢这个答案：新冠病毒在2年内必将消失。听起来比较 I prefer this kind of sentence. OK， 好，了解了哦。好，你们都答对了啦哦，老师就不一个一个看了哦。好，没问题哦。好，哇，我们这田老师啊，我们的学生真的都好聪明，一点就通。一点就通，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一点就通吗？哇，这个词也 very like 这个应该也不算成语了哦，一点就通。是个俗语，是个俗语。对，这个叫俗语，一点就通。哎，我点你一下啊，我懂了那个感觉。点一下啊，懂了。哦，你们很聪明，所以老师点你一下，哦，懂了 ，I understand。哦，李超老师这样点你一下。你就I understand， 这个叫一点就通，意思是你们很聪明啊，很聪明，一点就通啊，一点就通。好，来，田老师，我们再往下看吧。好的。第39个了吗？对，39个词汇叫做必修。这个词语比较这个单纯一点啊，必修就是 compulsory or required，必修就是必就是一定的意思，对不对？必修的感觉是一定要修一个科目哦，一定要修一个科目哦。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子。好，一定，这个必修的意思，这个必就是一定哦，一定 ，you have to， 一定要修，修有点像 like major or like study，修有点像 study or major a subject 哦，所以一定要修一个课程。You need to major a course or major a subject。哦，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修，必修。那这个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用必修课程，或者是必修科目。课程就是 course， 科目就是 subject。哦，好，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汉语和英语是这间学校的必修科目。对哦，汉语 Mandarin， 英语 English， 这间学校，这个间就是学校的 major word 哦 ，major word。好，这间学校的必修科目，好，同学们把它记起来哦。必修叫做 required，you have to major，you have to study this subject。哦，必修科目，科目就是 subject， 哦，科目就是 subject， 必修科目就是 the subject you have to learn， 一定要学习的科目，哦，你在这间学校一定要学的，叫必修科目哦。好，哇，已经有好多同学写例句了哦。好，我们看一下。不过这个句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必将赢得女朋友的心。对。这个德巴喜同学，你要说这个句子我蛮喜欢的，我必将来，你很有决心的感觉，你非常有 I make up my mind， 我很有决心 I'm determined， 我很有决心，我必将赢得女朋友的，要加个的心。田老师我们也说芳心，对不对？芳心，女生才可以用芳心哦。好，芳心，女生的。女生的 female's heart， 对不对？女生的心啊，females， 女生的芳心啊 ，female。这个我们女生啊，你可以用芳心，
除了心，你可以用芳心。赢得女朋友的芳心哦，我必将赢得女朋友的芳心哦 ，female 女生的心哦，好，田老师麻烦一下。这一句，阿拉伯语是我学校的必修科目。我看一下啊，阿拉伯语是学校的必修科目。我在想这个我学校的，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说，就是我们会说我的学校或者我们学校，但是不会说我学校。我学校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对，不然你就说阿拉伯语是我的必修科目就好了。对，我的必修科目就好了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科目是在学校的东西啊，所以你不用刻意说我学校了哦。阿拉伯语是我的必修科目 ，like my compulsory subject 啊。好哦，真的啊，阿拉伯语哦，好。应该就是我在想这个阿拉伯语是你的必修科目，类似像这个中文是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的必修科目，对，像国语啦，我们说国语啦，每个国家的国语啊。对。好 ，Habib 问了一个问题。必修一定要过吗？非常好的问题，一定哦，一定要过。必修科目就表示第一个，你一定要学习的科目；第二个，你一定要 pass， 你一定要过。你不过，我们中文叫留级啊。OK， 对不对？我们中文叫留级，你就不可以，比如说你是大一，你就不能变成大二了，你会留在大一，所以叫留级。必修科目一定要学习，而且一定要过哦，你不可以不过，不过就会留级。田老师，你们说留级吗？我们也说留级，那是一样的哦，留级。对，这个留级的意思是，我写一下，我写给他。这个留级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大一，你被留级了，你就不能去大二了，你还是要留在大一，这个叫留级。什么时候会留级呢？听老师。什么时候会留级呢？不好好学习就会留级。你的成绩 you fail， 你的成绩不及格了，你就会留级了，你会被留级哦。老师要逼你学习，但是你不听老师的话，结果你不好好学习，你会被留级会被留级。我看到Cicon 有一个句子，我觉得非常好啊，很哲学的一个句子。他说的是变老是人生的必修课，哇，非常有哲学的very 好棒 full of philosophy 很哲学的变老。我们中文也可以说生老病死，对不对？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修课程，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出生 birth 老 like age getting old， 病 sick like ill， 还有死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修课程，很好的句子好的，我还看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我想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也有类似的疑问。纽曼说女生的心是芳心，那男生呢？I don't know， 真的有男生的心是什么心？女生的心是芳心，男生不可以用芳心哦。你不可以说理查老师的芳心，不可以哦。平老师的芳心，芳心一定是女生的男生是什么心啊？男生好像并没有一个就是对应的一个心，对，男生没有心，不是，男生没有那个词没有这样子的词汇，对，没有那个词汇，就可以是心就好了，心就好了。那个女生想要赢得那个，女生也很少这样说男生比较没有，都是男生追女生比较多啦 ，like men woo women，OK，比较常是男生追女生，所以女生有芳心，男生就没有芳心了好，必修跟主修一样吗？这个应该不太一样吧？有重复的，有重叠的意思啦对，
对，主修，这个田老师，我举个例子给敏敏听好了，像体育课 ，PE lessons， 体育课physical education， 体育课，各位同学知道体育课吗 ？PE physical education， 体育课在台湾来说，它是必修的，你一定要修 PE， 但是它并不是主修像理查老师跟田老师是英文系 ，We are like English department。我们的主修像英美文学，lik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our 主修 ，or like English literature is our 主修 major is our 主修。But like PE lessons is not a 主修 but it is a 必修。你一定要修体育课，这是你的必修，但是体育课不是你的主修。英国文学是我们的主修，听得懂吗？敏敏会不会太难？我觉得李霞老师瞬间把这2个词讲得非常清楚。对，所以这个我跟各位讲，主修的意思就是 English in English is major， okay major，but 必修 means required course like PE physical education。像一些科目不是主修，但是它却一定要去修的。是必修敏敏这样听得懂吗？像体育课，它不是你的 major 啊 ，but it is a compulsory course， so it is a 必修课程。PE 体育课 is a compulsory course， but like English literature or American literature is our major, like our 主修明白了啊，明白就好了好。哇，今天有一点太激动了。好，来，田老师，我们再往下看吧。还有题目哈。好的，我们快点把这题做一下。大学的必修是英语课程。好，来，各位同学，请你把正确的句子写出来。好，那我也来念一次看看好了。大学的必修是英语课程。各位同学，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呢？好，来，请把正确的答案写出来。好，那这边要提醒各位同学必修常常搭配课程这个词，或者是科目这个词，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必修课程 required course， 或者我们会说必修科目 compulsory subject。That's the usual term。好，李成老师，我看到您有一位学生，他告诉我们大家，他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啊。真的吗？对，请看一下，安文龙。文龙啊，文龙在哪里？文龙吗？是这个吗？文龙，来，这个我们要恭喜他一下。对，一定要恭喜他。我刚刚没有看到文龙，抱歉，我刚刚没有看到。那这个田老师赶快跟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吧。好的，大家好，我是安文龙，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在中国留学。今天我的汉语水平6级考试成绩出来了。哇塞，你的句子，怪不得是通过你的句子，难怪是6 ，No wonder。是的，我通过了，我是您的学生李超老师，太棒了，太棒了，非常恭喜你，我们分享你的喜悦。对啊。哎呀，文龙不好意思，老师刚刚这个讯息太多了，太忙了，没有看到你的讯息那现在看到你的讯息呢，各位同学，我们要来恭喜文龙，他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很不容易哦。田老师，我觉得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要把一个语言学到这么高的层次，这个这么高的水平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很不简单对，特别了不起，很了不起。对，李超老师特别佩服你文龙，很棒。好，恭喜你文龙，继续努力。等到7月以后6级不够了，要7到9级 advanced level。文龙，你要继续加油因为7月之后 HSK 有7到9级等着你要学呢好，这个我们中文叫学无止境。OK 学无止境，永远学不完的好，太棒了，文龙，恭喜你好。
哎呀，田老师，还好你提醒我，我刚刚都没看到。我能理解，因为学生的留言实在太多了。好多，这个在我的荧幕上是啵，一下子就一页了啊，完全看不到。我知道。好，来，我们终于看到同学们的答案了哦。好，来，这个阿历克斯的答案可不可以麻烦？好的。大学的必修课程是英语。大学的必修课程是英语，可以的。其实这个田老师，这个题目有很多种组合，对不对？是的，是的。这个各位同学，这个题目不只有一个答案，它有很多种答案。现在阿历克斯这个答案，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哦。好，那还有我看一下哦，哇，大家都在恭喜了，看不到答案了，都在恭喜。好，这个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答案。好的，珊珊的，英语是大学的必修课程，也可以的，可以，没问题。好，没有问题。各位同学，珊珊的答案也可以，英语是大学的必修课程。你也可以说大学的必修课程是英语，两个都可以哦。好，了解了哈。好，那这个必修这个词是会用在必修课程或必修科目。好，文龙，你看大家都恭喜你耶，说真的了不起，太棒了，文龙真的很棒。哎呀，I wish I could do, I could too。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只要努力必将有收获。只要努力必将有收获。好像 deliver speech 哈。好，真羡慕。好，没有错，太好了好，这个田老师啊，听说第6集啊，连我们 native speaker 都不一定考得好。真的，我非常认同。真的，因为这个有很多这个语病题我知道。那种题目其实我们都有一点答不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40个词汇。好，这个叫 be 就是 close be or shut be 这个词比较单纯一点be。好，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猫咪闭上眼睛睡着了。好，猫咪就是 the cat， 闭上眼睛，我们常常用闭上眼睛，对不对close one's eyes， 闭上眼睛，睡着了，表示你 like fall asleep， 你就睡着了，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你已经开始做梦了吧？睡着了好，这个字请你要念对你不要念睡着了，要念睡着了，睡着 like fall asleep， 睡着了。好，猫咪闭上眼睛睡着了。好，各位同学 be 就是 close， 这个田老师我们还可以说像如果你要人家 be quiet shut up， 我们中文怎么说？我们说闭上嘴巴，或讲闭嘴，不过闭嘴有点 rude， 对不对闭嘴有一点不礼貌，对不对我们可以说闭上嘴巴。各位同学，如果像你们在学校里如果你们很吵 very noisy， 老师会说闭上嘴巴不要说话，闭上嘴巴所以这个闭上很常用闭上眼睛可以的丽娜，闭上嘴巴，闭上嘴巴好的，后面好像有题目我们看一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一下这个田老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会写这个，不过这是一个俗语啦，各位同学 ，this is like a idiom the phrase。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一只眼睛打开，睁这个睁就是 open 的意思 ，open one eye close one eye，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像这样，你一个眼睛闭起来，一个眼睛打开，就是 you pretend not to see， you pretend you don't know。好，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你看到了，可是你假装你没看到你假装你没有看到，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给学生们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例子的例句我们看一下。来，我来这个例句有一点好，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你假装你不晓得，你假装你没有看到。好，来，听老师麻烦一下。好的，好，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句子，海伦对老公有，小三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那这个海伦的老公有小三，小三就是 like have a mistress， 就是有第三者了啦哦，他有点可能不爱，对，有点不爱他的老婆了，她老公有 another lover， 那可是海伦怎么样？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假装他不晓得，她老公有小三了，这个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你知道，但是你 pretend you don't know， you know it actually but you pretend you don't know。 所以海伦的老公有小三了，但是他已经知道了，海伦知道了，可是他假装他没看到，他假装他不知道哦，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好 OK， 了解了，各位同学了解哦。好，那这个词汇就请各位同学知道一下就可以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的老公必将是渣男。好啦，OK， 我懂你的意思，我们不会这样说啊，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哦。好，对，丁老师，我们抱歉，丁老师，我们最后给学生3个题目，我们就下课，好不好？好，我们最后啊，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学生懂不懂这些词汇哦，所以我们要考试哦，考试就知道了哦。好，来，第一题来了啊，好，来，其实这些题目都非常简单。但是看看理查老师每次为大家准备的题目，我都觉得哇，真是用苦良心，用心良苦，用心良苦，好的，没问题。因为这些句子其实是不难的，但是要去准备这些句子啊，要去我花时间去准备去想，能够对大家的级别是能够通过的，但是有一点点难度，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想句子最难，因为呢，句子不能太难，太难怕你们不懂；句子又不能太简单，太简单怕你们没有学到东西。然后还要翻译成英文，然后呢，这个真的想句子很难。对，有很多需要准备的东西，所以我每次看到句子，我都觉得哇，又有多少时间需要准备？花好多时间了。好，第一题，麻烦丁老师。好的第一个我们是选项有必将、笔试、必修。这门经济学的课程是我什么的学分？好，这题答案应该很简单哦，而且我题目都还没有写上去，怎么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呢？太厉害了吧！好有同学皮耶，你写必将啊，我必将的学分。好，必修比较多是必修 Verlin 必修 Sicom 赛琳玉珠，还有王和呢，我现在要看王和的，不然他都说我脸书都不看的。王和也是必修。好，王和老师有看你的答案哦，必修哦，王和必将啊，有人选必将哎，那田老师你觉得答案是什么？我想一下啊，其实这一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门经济学的课程是我必修的学分。必修的学分应该比较顺。田老师，你会觉得笔试可能会有一点？我也会想这个笔试，对我也有想。OK， 对，有一点哦。不过笔试应该是分数吧？比如说我笔试的这门经济学的考试也有点奇怪。不过必修应该好一点，必修没有这个争议，对不对？好，必修的学分会好一点。Like compulsory 学分怎么说啊 ？Scores 不晓得。好，对 scores。好，这门经济学的课程是我必修的 ，like required。OK，scores。or like compulsory scores。答案是 C， 必修学分。其实这个的应该不要也可以啦，是我的必修学分，是我必修的学分，加个的会好一点。对，加个的会好一点哦。好，来下一题。
好，各位同学啊，下一题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哦。好，来，不过也很简单。好，来，田老师麻烦你。我们有必将 B 还有 B，对，这个人太爱八卦了，他的嘴就是什么不上。什么不上？这个人太爱八卦了，八卦就是喜欢说人家是非。哎呀，这个昨天呢、小王啊，这个有小三了啊，或者是这个谁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喜欢说他的八卦，他又爱上了谁呀、什么什么的，这个叫八卦，英文叫 gossip。哦，八卦就是喜欢说别人的是非。这个人太爱八卦了，他的嘴就是怎么样啊？好，来，我已经看到答案了，答案都是 这个 C，答案都是对的。都是对的。他的嘴就是闭不上，因为他一直打开嘴巴，东讲讲，西讲讲，东八卦西八卦，就是喜欢八卦哦。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多嘴，对不对？他很多嘴，很喜欢对，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个词，这个词不知道李晨老师有没有听过？我们会说嚼舌头。嚼舌头可以，我们也这样说，没有错。舌头 your tongue， 我们嚼舌头 like chew，you chew your tongue， 就是 you're very gossip， 很喜欢说人家的是非，很喜欢聊八卦。我们也可以说嚼 like chew， 嚼舌根或嚼舌头哦。好，闭不上，他的嘴就是闭不上，一直讲一直讲。哦，好。对呀，我们学生太聪明了。好了，最后一题了哦。最后一题讲完，我们就可以下课了哦。田老师啊，喉咙不太舒服，不要让他太操劳。没关系，没关系。好，来，这题我觉得有一点难哦，我觉得这题有点困难哦。好，不是乱说啊，乱说我们也可以讲乱说了。好，来，田老师麻烦你一下。我们有3个，必修 B 啊，没有人什么你有选择的权利。好，没有人，我是不是打错字了？不是没人有，是没有人。我改一下好了啊，没有人，不是没人有。这个老师打错字，忙中有错，忙中有错哦。好，等一下哦，没有。不过大家好像还是很快的把答案都写出来了哦。对，大家反应好快，我看到大家的答案都是对的。好，那老师再把这个正确的句子写出来了。没有人 ，no one 叫没有人 ，nobody 没有人什么什么你有选择，选择叫 choose，OK 的权利 ，you have a right to choose， 你有选择的权利。好，哇，大家都选对了耶，没有人逼你 ，no one forces you， 没有人逼你，你有选 ，you can choose，you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这题的答案特别的一致。对呀，都没有人写的是不一样的哦，都一样。好，那太棒了，我觉得大家都会了，太好了哦。那刚刚我们讲到嚼舌头，明明已经写出来了，嚼舌头 like gossip， 八卦的意思。你很喜欢嚼舌头，表示你很喜欢聊是非，你很喜欢说别人的是非，很喜欢聊八卦，这个叫嚼舌头。好 ，OK， 好，那我们这个田老师最后啊，我们再把这5个词汇念一遍哦，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好的，好，麻烦一下。我们今天一共学了必试、必将、必修、必这5个词。好的，没问题。好，那田老师今天呢，真是你喉咙不舒服，还让你说这么多啊，真是不好。没事没事。这个你明天会不会要休息一下？我看你喉咙可以适应得了吗？其实我说实在的，我今天没来上课之前，我有一点担心，我在想等一下怎么办？对，我有一点担心，但是当我收到开始看到这个课了之后，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始转，然后我在想大家会造什么样的句子？对呀。对，然后我就在想，我有可能可以帮大家改到什么样的句子？我越想我就觉得越开心一点，不难受了。对呀，对呀，真的。
那个田老师没有关系，你就休息一下哦。如果明天你真的喉咙不舒服的话，你就跟我说一下哦。有2种可能，第一个我说多一点，第二个就是可能你可以休息一下哦，因为这个你看你明天的喉咙的状况好了哦，好不好？应该是，谢谢李霞老师，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的那个大的问题，其实前2天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在好转当中，多了，对，对不对？就是听起来就是好像声音突然变化很大，但是其实我已经在好转当中，感谢。好的，那所以我就要说了，婷老师必将恢复。婷老师 will definitely like recover soon. OK， 婷老师必将恢复，必将恢复，必将恢复健康，大家放心。对对对，婷老师必将恢复健康，在大家的祝福之下，必将恢复健康。好，OK，感谢大家。好，那婷老师你就先去休息一下吧。好的，好的，由我来跟大家道别。好，谢谢，谢谢李莎老师，再见。好，我们要再次谢谢婷老师。你看婷老师啊，喉咙不舒服都来帮你们上课，你们要好好珍惜哦，好不好？这个2位中文老师啊，帮你们上课。婷老师今天不舒服，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理查老师要逼你们学习，要逼你们啊，你们被迫学习，对不对？你们理查老师要逼你们学习，要好好学习哦，好不好？这个课又是免费的。有2个中文老师哦，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哦，好不好？哦，必将回报很好，白马这个句子很棒哦，必将回报，恢复不是恢复健康对 ，Verlin 婷老师必将恢复健康哦，好的，没问题，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继续学习中文，拜拜。